嗨，大家好，我是 Ryan， 我是 Chloe。今天我们来聊一下邮輪旅行。為什麼很多人說郵輪旅行只有0次和無數次？因為太上頭了，我們這一次回來戒斷了好久。今年5月，我們體驗了橫跨太平洋的超長航線，從日本的橫濱橫跨太平洋到美國的洛杉磯。今天這個視頻呢，我們就從吃住玩這幾個方面來聊一聊我們徹底愛上郵輪旅行的10個理由。1. 重新定義旅行。郵輪旅行啊，它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的旅行模式。它將規劃路線、研究交通、預訂酒店、尋找餐廳等等最耗神的部分全都打包解決。像我這樣平時做什麼都習慣了事無巨細的 J 人，到了郵輪旅行的時候就終於可以做一回 P 人了。上了船就什麼都不用想，純粹的享受旅行就好了。對，這就是最爽的地方。到了船上啊，一切都會變得非常的簡單。餓了就去餐廳，累了就躺在甲板上曬太陽。想看海就找個窗邊發呆，困了就回房間倒頭就睡。靠岸了，你想下船就下船，如果說不想動的話，就繼續窩在船上吃喝玩樂。我覺得這種完全跟着自己的心情掌握節奏，是現在旅行中難得的奢侈。而且在傳統的跨國自駕旅行裡面，有很多不可預測的狀況，在郵輪上就完全不存在了。這裡的旅行方式簡單、放鬆、純粹，我們可以真正的享受旅行。2. 美食五花八門。對了，你還記不記得當時上船的第一天給你最大的震撼是什麼？我記得我們在4樓的索倫托披薩店門口集合，坐滿了非常多的遊客在那裡吃披薩。我就問餐廳的服務員，這些披薩是免費的嗎？然後服務員就告訴我，這一切都是免費的。這就給了我上船後第一個小小的震撼。隨時都有美食只是開始，真正讓人驚豔的是美食的多樣性。以我們乘坐的皇家加勒比海洋讚禮號為例，提供全天候餐飲無限暢吃的帆船餐廳，每天主題不重樣，有專人服務的主餐廳，游泳池玩累了可以在旁邊補充能量的炸魚薯條餐廳，有開到凌晨3點的索倫托披薩餐廳，還有很多像270以及日光浴場這樣的小型自助餐廳。這其中，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船上最大的帆船自助餐廳。每次走進來，我都會先拿上一杯冰咖啡，挑一個靠窗的座位坐下來，看着窗外無邊無際的海平線，發一會兒呆，才會去找吃的。這裡幾乎能滿足所有人的胃口。現做的亞洲熱炒，香料濃郁的印度菜，新鮮沙拉，烤肉台，麵包房，無麩質專區，還有一整排讓人毫無抵抗力的甜點。最主要的是帆船餐廳，它給人一種非常自在的感覺。你去那裡不用穿正裝，不用那麼的講究，你穿着拖鞋就可以走進去。那裡永遠都熱鬧，像一個隨時都歡迎你回去的地方。3. 可以看海景的家。說到住，一開始我以為船上的客艙應該會比較小吧，但是當我第一次進客艙的時候，我還是有被驚喜到的。我覺得設計它這個收納空間的人簡直是天才啊！3個28寸的行李箱，2個20寸的登機箱都可以輕鬆地塞進床底，整個房間它的收納空間被利用到了極致。對，你像我的攝影裝備，還有我們3個人1個月的衣服，都可以很規整的放到它的各種儲物空間裡面。它的床也非常的軟，一躺下就可以睡着，還有私人的專屬陽台，每天拉開窗簾看到的都是一望無際的海景，我們也不用專門的早起。懶到不想出門的時候，待在房間就是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就我覺得那個船艙它跟酒店是一樣的，那個服務生真的特別的好。我記得房間是每天打掃2次的哦。對，早上和下午各1次，然後他每次都會把我的睡衣都疊得非常整齊。另外就是有時候還蠻有小巧思的，他會把更換好的毛巾疊成那種可愛的動物形狀，比如說大象啊，還有青蛙。就是每一次他打掃完，我們走進去都有一種家的溫暖。反正經過1個月的時間吧，我也跟那個來自菲律賓的服務生建立了一個挺深的友誼，走的時候還挺捨不得的。4. 獨有的海上視角。因為之前都是跨國的自駕旅行，有很多景象都沒見過，也是這次坐了郵輪才第一次看到。郵輪旅行相比於傳統的自駕，
提供了無法複製的觀景體驗。無論是在甲板上吹海風，還是在餐廳邊吃邊看海景，海天一線的純粹視野總是很容易讓人安靜下來。我們在太平洋上經常都能看到跳上跳下觅食的海鳥，雲霧中突然出現孤零零的海島，滿載集裝箱從遠處緩緩駛過來的貨輪，還有大雨過後突然炸裂在天空中的雙彩虹。哇！最絕的是落日把海平面鑲上一層金邊，這些獨有的海上景象也只有在遠離大陸的巨型郵輪上才可以看到。5. 可進可退的節奏。我們現在到乘坐郵輪最絕的地方就是它像一座海上的移動酒店，你只需要在船上吃吃喝喝，美美的睡上一觉。第二天醒来，你会到達一個全新的陌生的城市。我記得靠岸靜岡縣清水港的那天，我們一下船就被現場的氣氛瞬間的點燃，感覺就是1秒切換到了旅行模式。過2天我們又到了大阪，想去逛新齋橋。Chloe 想去黑門市場吃小吃，那就走。我們臨時想改路線，那就改。玩累了，腳酸了，只要抬頭望向港口，我們的家就在那裡等着我們回去。這跟嚴格按照計劃執行的自駕旅行完全不一樣。這種家就在港口等你的安全感，讓旅行探索沒有了後顧之憂。6. 移動的豪華度假村。郵輪上的生活永遠都不會無聊。它集餐廳、酒吧、劇院、健身房、泳池還有購物於一體。你並非只是在一個交通工具上面，而更像是一個身處移動的、不斷帶來驚喜的海上豪華度假村。我記得上船的頭1天晚上，我就忍不住的打開郵輪 App， 想要看一下第2天的活動安排。船上的所有活動都可以通過郵輪的 App 看得到，比如說有碰碰車、北極星、遊戲廳、各種球類比賽、甲板衝浪、合唱團排練、知識問答、舞會，還有主題派對等等，甚至會讓你陷入我應該選哪一個的幸福煩惱。無論你是活力滿滿的年輕人，還是喜歡安靜活動的退休族，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專屬你自己的活動。7. 夜生活永不落幕。每天晚上，我們的日程其實比白天都會更加的充實。郵輪上的各個劇場會上演一場又一場百老匯級別的歌舞秀，樂隊 live、魔術表演和主題舞會，表演者們都來自世界各地，不少還是來自各自領域的高手。有菲律賓好聲音的冠軍歌手，有澳洲知名的魔術師，有從頂尖劇院空降的舞者，每晚都有全新的節目輪番登場，讓你連看10晚都不會膩。當然，我最喜歡的是船員的才藝表演秀，因為船員本來就來自不同的國家，他們會在舞台上展示自己家鄉獨特的文化。昨天還在替你拍照的攝影師，今天就可能抱着吉他深情的演唱。餐廳送餐的小姐姐，下一秒就能在舞台中央跳起街舞。因為這次我們在船上待的時間比較長，跟很多船員都已經比較熟了。當你認識的人在舞台上表演的時候，你真的會感覺到非常的驚喜和感動。在航程的最後一晚，通常都會有告別派對，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都會擠到商業街，大家不分國籍、不分語言，一起唱，一起跳。整個場面會熱鬧到讓人起雞皮疙瘩。有一人在求我。8. 結識全世界的朋友。在郵輪上有幾千個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跟你同吃、同玩、同航行，每天都有故事在你身邊發生。在餐廳，你可能隨便坐下就可以結識幾個新朋友。在健身房，你一抬頭發現跑步機旁邊站着的就是來自地球另一端的人。在派對上，你們可能因為喜歡同一首歌而對上眼，下一秒就一起舉杯，一起跳舞。這種奇妙的緣分很容易催生友誼，在浩瀚的海洋中讓你感受到溫暖的連接。這次在船上剛好是遇到了我的生日，那天在餐廳，我跟 Ryan 正在慶祝的時候，剛好就被隔壁的一個同胞小姐姐她聽到了，好像是來自江蘇的一對情侶。對，他們很年輕，然後當時他們怕打擾到我們，就沒有上前來跟我打招呼。但是在航程結束的那天晚上的活動中，他就主动上前来遞給了我一個他親手做的手工編織的一個小花送給我，然後祝我生日快樂。我覺得船上真的是一個非常神奇的地方，既這麼小
又這麼大，相遇就是緣分，你在那裡總能遇上跟你志趣相投的人，对，会不知不觉地認識很多新的朋友，即便是回到了岸上之後，你們也會繼續保持聯絡。9，各種運動不懼躺平。因為郵輪上面好吃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真的很怕會長胖，所以每天我們就要靠運動來消耗我們的卡路里。對，每天中午我倆吃完飯就去踩單車跑步。但是不要以為郵輪上的運動項目只有去健身房這麼的單一，它的豐富程度遠超我們的想象。除了頂樓正對海景的超大健身房，裡面各種有氧運動、瑜伽課、主題課都可以滿足。在室外還有圍繞着一整圈甲板的超長跑道。室內外泳池、攀岩、各種球類運動、衝浪，甚至還可以和新認識的朋友來一場世界級的乒乓球比賽。10，海上也能上網，在旅途中也難免會突然遇到工作需要處理，其實這完全不需要擔心。馬斯克的星鏈在普及以後，在海上上網其實已經非常的方便了。YouTube 上最高分辨率的視頻可以秒開，無論是想在船艙內開視頻會議，還是在甲板上與家人朋友講網絡電話，在船上的任何地點都能輕鬆地連上國際互聯網。好，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大家還有什麼關於郵輪旅行的問題，歡迎在下面給我們留言。也希望大家多多點讚，關注我們的頻道。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了，拜拜。